工业时代，新兴材料与木头抗争，机械与奔凿斧跃竞赛。高速发展的社会，日新月异的审美，让木头文明逐渐隐匿消沉。我们看见这块木头是一块不会动的一块死的木头，实际上我又想办法把它做成活的。古老的木头如何重新博得人们的热爱？这是用来做补缝的那个木粉，看到了吗？仔细看。它将以何种姿态回归新的生活，接续上千年的传承。打高一点，打高一点。爸爸，你不要看镜头，然后你就一直看我。马上我们第2季是最后一集了，类似，然后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啊。我感谢就是大家对我们的那些木工小哥的支持啊，只能说谢谢大家吧，因为我表达的那水平太差。郑安全是一名木匠，也是一位网络红人，是网友们口中的郑爸爸。就是我还是一点捧红郑爸爸的是女儿茉莉拍摄的系列纪录片《爸爸的木匠小屋》。纪录片以节气为主题，每一集讲述一件郑爸爸亲自设计的木作。在浮躁的时代中，安静讲述木作之趣，因而广受好评。今年夏天，在为女儿的纪录片设计作品的同时，郑爸爸有一个新的任务，将老宅翻新成为爸爸的木匠小屋纪录片爱好者基地。我这个门改装过之后，我可以直接贴到墙面上，走路啊都不受影响，就是把空间就叠在一起。老宅位于杭州塘溪水街，古老的运河横穿小镇而过，这里的建筑曾经都是全木结构。这一次，郑爸爸将老宅改造为更为开放的形态，而作为一个木工爱好者聚集地，老宅对木头的演绎又需要花费更多心思。郑爸爸决定为老宅设计新的木作，女儿茉莉也要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。今天的杭州早已不仅仅是温婉秀丽的江南水乡，信息时代的弄潮者在这里汇集，无数创意也在其中迸发。在这座城市与木头结缘，也不会停留在传统的样子。过会儿吃饭了啊，你们2位。这个是那个爸爸去年做的一个机关盒，然后呢，这个盒子有一个特色是它整体都是用木头的，没有任何金属，也没有电子的或者是弹簧啊，这些都没有。但是呢，它就是要靠3个密码。爸爸，这密码是不是换过啊？你过来，你过来给我们演示一下。上次那个密码告诉人家了。因为之前有人说这个密码，他们看能不能猜，他说肯定是按的最多的那几个，肯定就是密码。然后后来爸爸因为改了密码之后，就按的再多也没有用了。你给我们演示一下。那就等这个机关，整个机关就在这个上面，这个琴键，这个按键的下面。就上次有一个学员，他说他就是想学这个东西，他要怎么样呢？为他女儿做一个给他女婿能打开，女儿嫁给他。他就这样说啊，我说这倒也好，他说那看来我只能教你了。
让木头展现不同的可能性是郑爸爸设计的原则。一根手杖可以变形成为便携的小板凳。一个纸芯盒，所有零件都能拆卸，只有最后的机关锁死。木头在郑爸爸手中展现着结构的极致力量。这个里面现在放的是我爸爸做的一些微型的家具，这是一个小豹子，包括里面的这个铜的配件啊，这些也都是他自己去磨的做的。然后还有像这个小凳子，这小凳子是我们家的那个，就这个凳子，一模一样的那个1:5的比例缩小，因为他担心以后这个大家具可能以后几代就扔了，但小家具还可以一直保存。所以就家里有什么他就量了尺寸，回来画图纸，然后就做一个。这套微缩家具是郑爸爸最早的木工作品。对木头的喜爱，让中国历史上无数匠人钻研同一种材料带来的无穷变化，结构多样的家具应运而生。时至今日，这种不断探索极限的创新精神，仍然是一门手艺，打破时空壁垒而传承的关键所在。爸爸，你这灯做的怎么样？是设计好了，但做有点问题了。我找给你看，做的时候4根做不起来了，那我就改了个3个角，重新再设计吧。这一次，郑爸爸决定为老宅设计一组木质灯罩，同样要将机关融入其中。图纸设计将想象的超凡世界转化为直观的逻辑表达，这是最难熬的阶段。这一个想不出来的东西，我就不想了，到第2天再说，第2天再去思考。往往就是这样的，一个东西你当一天没想不出来的时候，到第2天或者过2天，或者你到哪儿去玩一玩，啊，或者哪儿去找一个灵感来，想出来了，就这样。你往后推一点，再往后，再往后。开了，开了。经过反复修改，木质灯罩已经制作完毕。为了配合女儿拍摄纪录片，郑爸爸要再现一些制作过程。这盏灯是用拼板装配完成，造型脱离了传统家具的古典线条，充满现代感。而最核心的设计是郑爸爸自己总结的松配原则。对吧？你用这个小家具来讲解配吧。传统榫卯结构讲究紧密的契合，让成品不会散架垮塌。然而，木材会热胀冷缩，再紧密的连接都可能松散。传统木工会特意为榫卯留出余地，郑爸爸却是设计一些本身就松散的连接，依靠机关锁死，成为松配。经过精密计算后，灯罩主体板材上的插口有特定的倾斜角度，使得4块木板能够逐一连接，互相牵引、挤压，形成整体。实际上，这个框子它本来就是已经是相互之间已经牵连，已经牢了，但是它还是要往外面出来的，那么就靠这2根来把它固定的。所以我这个肯定要装上去。这一块是卡住这2块，这块这你看有个卡口，卡口之间跟这个卡口相连接的，好，就这样卡在一起了。灯罩我挂在上面，它本身有个重力是向下的，所以我这2个横梁，它是永远是把它拉在一起的。不费一钉一锤，
仅仅利用结构的力量，就组装出一件牢固的木座，并且可以重复拆装，也便于替换零件。这就是松配的神奇之处。这样的设计考验着郑爸爸的想象力与耐心。拍摄告一段落，郑爸爸却没有停工。为老宅设计的灯远远不止一件，他来到了市区的机械木工房，加快进度。一共4件木座，每一件都体现着松配的原则，却都有不同的造型和机关。我还是想体现不同的构造，因为木头不像一个很生硬的东西，每一个木头都不一样，它没有重复的东西。我们看见这个木头是一块不会动的一块死的木头，实际上我要想办法把它做成活的。随着灯的完工，老宅的修缮也即将完成。这个放这边吧，中间吧。在这处爸爸的木匠小屋纪录片未来的基地里，前来参观的木作爱好者可以看到属于木头的奇妙变化。我也没想到，我做也就做了这么多种东西出来，每件都是给他逼我出来，我完美。他不逼我的话，我也不会去做这些东西。做这些东西干嘛呀？没用。后来想想看，只做了第一件之后，但好像感觉也蛮有味道的。一开始设计木作是为了女儿的事业，但是一件件做下来，愈发坚定了自己一直隐约坚持，如今更为明晰的价值观。传统的东西，好的东西可以留，但是你首先一点要让人喜欢，要让人去爱，要让人去做。那么我怎么办呢？这样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，也要有一种创新的一种意识放进去，让年轻人喜欢，喜欢了就好，喜欢了，有人会去更加的把这些手艺的东西传承下去。木头曾经启发了中国千年历史上种种奇妙，如今它永恒的生命力让新时代的人们再度为木倾心。在女儿茉莉的工作室里，爸爸的木匠小屋新的一集正在剪辑。杭州老房子里关于木头的创意想象，将在互联网上与年轻的观众见面。信息时代传播有了新的定义，好久不再怕巷子深。古老的木头文明，如今重新拥有面向普罗大众的平台。这整啥呀？啊？找件那个做活的案板子。这东北话隔着屏幕都感觉很亲切。这一看就是没用过刨子，不会用力。哇塞，你行你上。这就是那个我的后台，粉丝有1万多个，互动率非常高的，能达到90%以上吧，起码就每期都会有人看啊、刷弹幕啊、评论啊，并且大部分都是大学生。弹幕视频网站博主冰块西瓜，真名叫张鑫。张鑫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一名大学生，休学1年在杭州做木工，也把自制的木工教程发布在网站上。距离回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近，他的木工事业却有了新的目标。
昨天他是把他的小板凳的教程发布到我们的黑手套上面了，看看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就是中间这个详情的简介，这个栏目应该再多添一些，包括工时。这个除了制作工时以外，它还要等胶干、等油干。最近，一个木工手机应用的开发团队邀请张鑫合作，将更成体系的木工教学视频在移动端发布。如今，加工木头的速度与时代变化的速度并驾齐驱，种种现代化工具的使用，让木工操作更为便捷，门槛变低，也让更多危险潜伏其中。国内正规的木工教程仍然缺失，年轻的木作爱好者鲜有机会学习安全操作。这一次，张鑫做出了新的尝试。有室友搭档，有同学。休学在杭州的日子里，为了节省开支，张鑫和同事合作了一个单间。这当时做的脑洞类的东西，没什么大用，但是还比较好玩的。就这样一整就开了，就这么随便一拧，就关上了。它就这玩意儿吧，它一转，这个东西就会拨立起来，然后这两个立起来的地方呢，就会卡到这里边的一个槽里。往常张鑫制作的视频大多是介绍制作过程简单却满含创意的作品，用爆花翻折而成的玫瑰，用木材制作的手机支架，意图只是在初期吸引更多观众。新的阶段，视频教程更加细致专业，题材的选择也需要重新考虑。周六6点，木工房直播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新都市中，集成式木工房应运而生，为木工爱好者提供设备和场所，这也是张鑫工作的地方。我开流量了啊！还说卡多少开流量了？打赏的收入能够我的话费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给你充啊，不让这公开要粉丝钱，怎么能好意思呢？对吧？在木工房开直播是张鑫获知粉丝意见的主要方式。真的不是，你看这个，这是用来做补缝的那个木粉。要上线新的木工教程，改变往常的风格，张鑫决定通过直播测试粉丝对木工细节知识的接受程度。看看这个，看到了吗？仔细看，仔细看，仔细看。它的这个原理呢，就是把木材破成这种薄片儿，就是一个薄薄的木片，大概是2毫米到3毫米左右，然后用这么个模具，然后夹住，完事儿给它这么压在一起。我1000多人了。直播的效果还算不错，张鑫相信，他的观众对专业木工知识及实用木工操作有了解的意愿，同样也偏好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。新视频的录制由此为基础。Hello， 又见面了啊！本期视频呢，带大家讲一讲这些软件、图纸之类的。白天，张鑫接订单赚钱，维持生活和木工成本。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有时间拍摄。新的教程主题是一张可以拆卸、便于平板包装的书桌，相比以前的作品，要更实用也更复杂。嗨，本期视频呢，带大家做那个桌子的面板，需要一个1.2米乘25的2块面板。桌子嘛，露在外面的就是看那个2个板子的颜值，然后呢，后面有一些黑胡桃。其实拍这个视频呢，付出的东西还蛮多的，因为一般我做一个家具，如果说不拍的话，我纯做，假设说能做1周，然后边拍边做呢，我就要做2周，因为我要搬镜头来回去取镜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车这个腿儿，要转之前呢，先检查它这个会不会碰到这个刀架。
在杭州生活嘛，还是有一点辛苦的，因为除了钱上的事情，然后时间上的事情，然后也是很奔波，有的时候吧还得找家里开口要一点点钱，然后去维持一下生活，然后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。但是我相信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有价值的。经过1个星期，木桌已经基本完工，所有的零件都可以拆卸，并组成平板，便于运输。现在杭州是30度，而哈尔滨只有12度，我现在只有1双凉鞋了，下车还得买双鞋穿。回学校之前，张兴回到了老家，这里拥有着他投身木作的初心。爹，啊，看呀，干啥呀这是？整点木头木料子。这是我爹，然后这是我我于大爷，然后这是刘大爷，然后后边这是我2大爷。以前再早大部分都是做木匠的，做木工嘛，就纯手工的。断坏了。是吗？真的？看看，这可能飞托运的时候磕着了吧？也能整。就两边掐上打上乳白胶可以。对，蒜头做个那种完了给它镶上。蒜头嘛也叫蝴蝶结。父亲和叔叔们都是木工出身，3言2语讨论出抢修木桌的方法。制作一个蝴蝶榫，嵌入木板开裂处，通过三角结构拉伸，将裂缝拼接完整。儿子，哪行早的也是，一定要注意记住。正是这样灵巧的手艺和手艺背后艰难的往事，让张鑫从很早以前就暗自下定决心。好 ，OK。也多少天不干了啊？身体记忆嘛，这身体记住了这个东西。90年代末嘛，大家伙刚开始用这些店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操作规范也不知道，然后相关的机械设备也不了解，所以说造成很多工伤。最开始公有牌电报就是刚对那公有件，我这么一推，唰一这2手就蹭到电锯了，把这当时是扎实你没好，不年头10个5、6个手指缺个手指头。李叔的那个，对，贼齐。贼齐。打麻将，打麻将啥不耽误。从纯手工时代到机械普及初期，木作世界的探索者为之苦思冥想，也为之流血结痂。儿时看着父辈们的断指懵懵懂懂，长大后终于可以做出改变。再高点。我就想着，以后再有新入行的人，让他们有一个规范的视频，可以了解到这里面所涉及到相关的一些安全应该注意到的点。看我视频的人，他们也不会再去受伤。本期这个桌子小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正好也给大家看了一眼我学校的机房，那么下期见吧。对 ，OK。从生存居所到生活之用，从文化载体到哲学灵感，木头有过无比辉煌的过往。如何延续辉煌？这个时代的木作探索者通过实践寻找着答案。在杭州，郑爸爸开设了木作学习班，为纪录片粉丝提供基础教学。在哈尔滨，张鑫回到教室学习专业的现代化木工知识，而更多年轻人能够通过网络重新爱上木作，变成木作的创造者。更多人参与其中，热爱便不再是纸上谈兵，木就有鲜活的生命。